好，现在2024的美国大选呢，现在关注点搞不好就会在德州这件事情上面。我们看到这个德州的副州长这个派崔克，他们讲说，最高法院裁决后，德州并不会停止在边境设置这个刀片刺网哦，因为主要就是因为他们现在德州有非常多来自墨西哥的一些移民啊，这样不断的进入哦，所以他们现在说要尽可能的这个布设电线，不会停止。如果拜登政府派遣这个边境巡逻队消除这些障碍的话，将会与州当局产生对抗。那共和党员甚至还警告拜登说不要控制德州的军方哦，所以这有26名的共和党州的总检察长，他们现在组团警告这个拜登政府，如果不想要这个德州的官员跟该州的军方合作的话，就在南部的边境的争端当中让开来。所以现在变成共和党跟民主党为了德州这件事情已经这个闹得不可开交，让大家看起来好像美国产生了内战一般哦，就连自走炮、坦克通通都来了。这美国自己本身要出现这种内战的状况吗？美国的德州移民的问题现在已经造成冲突日益升级，所以德州州长他现在无视最高法院的判决，加固在美墨边境的这个铁丝网的一些围栏然后展开一个孤星计划，一系列的军事行动，甚至呢有25个共和党州表态会支持德州，有10个州还派兵南下支援现在至少有4000辆的悍马军车，还有72辆的 M2 战车，48门的 M109 自行榴弹炮都被送往了德州的边境。这个冲突升级，人家开始觉得说，哇，美国是不是自己要产生内战了？内战一词更是被送上了像是 Google 的热搜榜那大家很担忧这个事情会不会持续的扩大呢？那有分析认为呢，这个德州对于联邦权力的干涉已经达到自上个世纪50年代废除种族隔离案以来前所未有的程度。这也反映出来不断升级的紧张局势凸显说现在民主党跟共和党他们在移民的问题上面其实是分歧的，但是没有想到那么的严重就等于借由德州这件事情给爆开来，美墨边境现在变成两党在大选年的角力舞台。那我们紧接着来看看拜登感觉好像搞不定德州，但是川普还趁机火上加油。有很多共和党人现在高呼要国家离婚，由共和党控制的红州将会与民主党控制的蓝州进行国家的离婚这是共和党的众议员喊出来这样子的口号。哇，一个国家要拆分成两边国家离婚真的可行吗？那我们看看这个德州的副州长现在怒呛说，你不要来惹我们德州，德州有权保卫自己的公民有权保卫国家，我们可以做好我们的工作，别来惹我们德州，我们对于边界的这个保卫边境是认真的。是不是真的要开始内战呢？那我们看有61%的公众是支持德州跟这个墨西哥的边境建造一些隔离墙。那认为说，如果拜登阻止建造这个隔离墙的话，那就是迈向内战，就是一种宣战的动作那白宫虽然赢得了最高法院阻止德州的支持，但是选民并没有站在白宫跟最高法院这一边，川普就马上就出来喊话了他说他当上总统一定会有所动作，我们来听听。When I'm president, instead of trying to send Texas a restraining order, I will send them reinforcements. Instead of fighting border states, I will use every resource, tool, and authority of the U.S. president to defend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from this horrible invasion.好，所以现在俄罗斯也在看好戏了他就说美国可能要爆发内战啦现在俄罗斯还去嘲笑了美国。那另外我们看看现在美国人搞不好只在意的是经济因为你看美国的经济靠赤字跟债务堆砌虽然美国公布了去年第4季 GDP 按季增长 3.3%， 但是赤字同样也在增长增加了将近 50%， 到了5100亿美元，公众债务呢甚至增加到8340亿美元。也就是说这个强劲增长的背后都是靠赤字跟债务堆积而来的光是去年已经发行了 22.7兆这个美元国债，已经超过了
2020年的债务狂潮。那我们看，光是1月份呢，也激增了980亿美元哦，所以现在看起来他们的这个经济状况真的是十分的堪忧。那选民最大的期待是什么？有18%哦，就说啊，如果只能选川拜这2位双老对决的话，他们宁愿不投票。那这2择1，恐怕是美国现在最不愿意面对到的，甚至还有这个德州的内乱，也是感觉这个针锋相对哦。我们先来问一下介老师怎么看这个德州的问题。美国的50州哈，只有德州是原来是一个独立国家，然后加入美国的，它是先独立，然后才加入美国。所以它加入美国是有一个条件，你知道，就是所有美国50州里面，只有德州有这个宪法的安排，它脱离美国联邦，它不需要得到华盛顿的联邦政府的同意，它自己可以决定。所以德州在美国一直就独树一格了，而且德州人他有很浓的这个德州口音德州口音事实上很多美国人也听不懂，然后他们深深以自己的口音为豪，所以他有很强的地域观念，所以他的独立意识也很强。那你说美国会不会打内战呢？没有一个国家不会打内战的我跟你讲，只要内部矛盾政治人物没有处理好，就会造成内部的纷争。我们中国历史上也内战也没打，也没停过谁说美国就不会打内战？民主制度不打内战，这个不可能的。打内战的国家不会因为你什么制度，而是问题你内部的分歧摆得平摆不平。那有人认为美国的这种制度是所谓的这以前有些政治学者我以前做学生，他叫这种超级长久稳定政治结构，意思就是说他这个民主制度可以解决所有的内部纷争，所以内部不会争论。那现在不就是你看美国现在这个超级稳定政治结构稳不稳定？不稳定嘛。而且美国历史上也打过内战我跟你讲，那次的内战跟目前美国的状况是很接近的，内部情势很接近。19世纪美国打内战是什么？北方的州跟南方的州对于美国是不是继续蓄奴这件事以这个怎么讲呢？观念怎么样？冲突。然后北方的因为它是靠工业的，南方靠农业的，南方需要大量的不是廉价，而是根本免费的这种奴工。那他的经济靠免费奴工。那北方他们已经搞工业化，他不需要这种奴工，所以他就说你们搞这个北方人就对南方人叫说你们搞这个蓄奴这个是不人道的该讲起人权来了。南方就说你们不需要奴隶，所以你才告诉我不能用奴隶是吧？你们这些人讲话都是怎么讲？自己不了解别人的问题就用自己的标准来横断我。站着说话不腰疼。结果呢，南部各州就结合起来了，就跟北部对抗就打起来了。对，南方也成立一个新的国家，在李将军的这个麾下就跟北方打了好几年仗，死伤极为惨重。这一次美国又是差不多因素，因为很多富有的州，还有自认为思想开明的州，他认为我们为什么不能让这些非法移民到我们美国来呢？这个到美国来的话，是我们表示我们这个讲人权的不能在那边搞一个这个刀片的那种铁网，这种我美国没面子那南方这些州的话就讲说，这些移民都从我们家过来，都到我家来这边把我的秩序搞乱。你在那边讲人权，你在那边讲形象，结果所有负面我来搞，不是跟当年的有关蓄奴的问题现在的主题不是蓄奴啦，不是黑奴啦，现在主题是移民。所以呢，美国事实上这次是挺危险的。好，来老师，美国跟有邻居跟拉丁美洲界的这些州，他们确实是被这些非法移民搞得头昏脑胀的，他们痛苦不堪那当他们面对这些民主党的态度的时候，他们曾经也把他们的非法移民送到纽约啦，送到这个民主党的州，说那你们那么喜欢移民，我就给你们嘛。那也引起那些州的抗议，所以这些共和党为主的这些州，他们就觉得说你们这个民主党的这些州的州长都是伪君子就是一方面说应该让他们移民，那我就把移民都送给你们啦，你们又不收，那因此呢，对他们来说，我的高墙已经不够了，所以他们在这个高墙上面就加了这个蛇形网。
这蛇形网是刀片网，那是很利的、很危险的。但是问题就在于非法移民者还是想办法要越过去，那有些人就受伤等等。联邦政府就提起诉讼了嘛，提起诉讼，后来联邦法院判决的结果是联邦政府胜诉，要求这些像德州啦这些州要把这个蛇形网要拆掉。德州的州长就拒绝嘛，拒绝，那联邦政府要执法，所以派的联邦政府的警察，就是 FBI 啦，或者是这个边界的巡视员要去执法。那德州的州长就依据宪法付给他的，因为每一个州他们都有国民警卫队，而他是双重领导。也就是说，他一方面要接受州长的领导，二方面他也要接受五角大厦的领导。但是在平常时期的时候，州长的领导是比较重要的，战时的时候都是归五角大厦可以直接领导跟指挥，所以他们是双头马车。五角大厦跟州长都可以指挥这个民兵组织。那现在是平时，没有宣布战时，所以这个国民警卫队是归州长指挥，因此州长就下令继续干。对，那就跟联邦的警察、联邦的政府军就对峙起来了。确实，这个会面临宪政的危机，因为美国的宪法没有写得很明白，那他的职权也没有写得很明白，而州长确实是有指挥调动国民警卫队的这个权利。那现在对峙在那个地方的时候该怎么处理？我们看到目前来讲，25个州就是共和党的州都支持德州。然后就跟民主党的州就对抗了，那就是分裂了。第二个呢，总统候选人也分裂。对，而且呢，川普是更加的激进。川普是除了刚刚我们在电视上所说的以外，他还说要对于境内的所有的非法的移民全部都要驱逐出去，已经进来的也要赶出去。那当然就引起他们的支持者的喝彩。那川普当然就更加的强悍了。我觉得这个内部的非法移民的问题，确实会给拜登在选举上产生很不利的影响。好，将军，美国宪法之所以写不清楚是因为当初是13个州拼起来的，并不是心甘情愿，通通一个一个并进来，都并进来，他赋予州很大的权力。所以你看。你到美国去看，每个州的警察制服都不一样。那个追逃犯追到那里停了，我不过去，不是我的管辖权。所以这个民兵呢，本来是在国家来讲是他的国军的预备队，就是打起仗来，联邦政府有权征召。但是平时我们看到只用来救灾维护秩序这些东西。但这次很严重这次能够把大炮、坦克车开来这个阵仗就不是一般的了。德州我去过，德州老百姓很自大，什么东西认为因为他地大了，他连他的牛排都有40盎司。我看过在餐馆那个40盎司，怎么吃啊？我不晓得怎么吃，我们吃个8盎司就饱了，16盎司吃撑了。他有的牛排馆号称他有40盎司，就这个州很特殊第二个，德州本来就是抢来的，德州民风比较强悍是什么？当初他的开拓的移民那是要把墨西哥人赶出去。其实这块地是墨西哥的地了，不是美国的地。第二个，墨西哥穷，当然希望他的移民在美国也移民很多了，有亲戚朋友那川普为什么能那么嚣张因为他抓到美国人 American Great Again，这是第一个。白人至上，这是第二个。第三个，美国经济现在衰败了，人口看了西班牙裔的人多。我到加州去到南边去看那马路都是什么 Santa Cruz 全部英文反而不普遍，你讲西班牙文就更流。所以这个问题就是说，这个国家会不会发生内战？大家认为不可能。刚刚杰大师讲过，当初为了一个黑奴就干起来了。那现在在川普这种极端主义的煽动之下，美国的一般老百姓比较穷有钱的是那些寡头的公司老板，所以这个贫富之间，我跟你讲，美国人看病都看不起来，很多 homeless 的原来还是银行的副理
我说你为什么当 homeless？ 他说有的说我离过2次婚，所以我家务很惨。有的说我生过一场大病，所以我什么钱都没有。哦，他的 homeless 的数字不低哦，不是我们想象中间那种乞丐一样的啊。他很多啊。为什么？美国看病很贵啊，几十万美金一下就没有了。现在你问美国老百姓家里面能够存的有1000块美金以上去应急的都没有，他们都是月光族。所以这个贫富之均加国债加内部这个东西，它的分裂也不是不可能。当然他的知识分子、精英分子是不赞同的，但是在川普这个疯子啊，这种骚啊，老百姓认同啊，移民夺去了他的社会福利，白人可能沦陷变二等国民。第三个，美国的在国际上到处吃瘪，美国要去付全世界的保护费。川普开的条件，我要是美国人，我也会认同啊，因为你每个国家都是为自己打算的嘛。所以在川普这种疯狂骚动之下，不无可能，至少美国分成两半。打不打是另外一回事，分裂的很厉害。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中马上回来。好，我们关注一下，现在美军在中东这边，因为传出来说，第一次有美军参与到这边的战争真的被夺命了。那所以美国的媒体讲说，它主要这个 CBS 的报道说，当下发生是在凌晨第22号塔的基地里面的美军的军官其实都在睡觉那为什么会发生这件事情呢？现在初步报告显示出来，当时部队他认为这是敌方，误以为这个敌方无人机其实不是敌方，他们以为就是说自己的美军无人机，所以没有把它击落。那当天这个敌方的无人机就是尾随一架美国的无人机接近了这个基地，才让这个防卫系统反应延迟而突破防线，最后呢这样子空袭而丧命造成了多位的美国的军人死亡甚至受伤的消息那现在美国华府他们讲说，美军遇袭身亡是在约旦里面的这个美军基地约旦赶快喊说不是发生在我们境内他们说这个无人机攻击不像是华府稍早通报在这个约旦境内的事情，而是发生在叙利亚的军事基地。那为什么美国必须要讲说是约旦呢？就是因为约旦跟美国是有盟约的，它不能被人家发现说它可能在叙利亚这边是偷偷设有基地所以还得要匿名，用这样子一个匿名的官员证实的确是在叙利亚哈萨克省的沙达迪基地，在星期一的时候遭到这个火箭弹的袭击那他并没有正式公开承认这件事情，连官员出来讲都是要采用匿名的模式所以我们看看这个美国是不是有可能会被卷入这场战争呢？现在美国的官员讲说，驻约旦的美军遭到袭击的时候，防空系统混淆目标，那是伊朗在幕后主导的吗？可是现在找不到任何相关伊朗指挥攻击的证据伊朗的外交部也否认说，这不是跟我们不相关他们的发言人直接讲说，我们没有涉入美军驻约旦基地遭到无人机攻击的相关事件。那美军在以巴战争这边现在是流下了第一滴血那伊朗是讲说这件事情没有关系，但是呢，同一天稍晚，一个伊朗的情报机关的官员说，是他们的盟友组织所策划袭击的。那我们再来紧接着看一下，奥斯汀现在是不是要强势复出呢？现在全球都在担忧说，拜登的报复行动会使得伊朗升级危机。美国媒体美联社就讲说，现在美军、以军跟伊朗支持的真主党就是跟伊朗支持的真主党是应该这样子，美军、以军对上了伊朗支持的真主党这些民兵组织他们现在冲突不断，所以每一次的駁火都让情势升温，外界越来越担心这个擦枪走火会变成一个全面性的战争连英国前驻联合国的大使就讲说，美国恐怕会在24小时之内来回应这一次的袭击，因为他们觉得说这是跟伊朗相关的武装团体可能是最后幕后的主使。那再来我们看一下美国的防长奥斯汀出院之后，他说会采取必要的行动来捍卫美军但是呢，白宫这边是讲说要避免跟伊朗产生这个军事冲突。再来我们看看美国的官员，他提到美国其实不寻求跟伊朗的开战但是呢，这个反应呢
至少要做到一定程度，要足够强硬的程度啊，不能觉得好像你这个袭击我当没事一样啊。所以可能这一定程度的这个反击会是怎么样呢？我们真的是来看看是不是像英国所说，24小时之内我们可能就可以知道答案。那彭博的分析，他说打不打伊朗，现在对于拜登来说是一个非常头痛的问题，也是他连任的一个关键问题哦。美军可能会采取一种隐蔽的行动，也就是说，我不是正面跟你宣战，我可能会采取一种，比方说代理人啊，或是用别的方式来做一个隐蔽行动，然后来以示威慑哦。那因为现在毕竟有这个以巴战争、俄乌战争哦，还有这个台海现在目前印太整体的问题，拜登恐怕已经无力再另辟新的战场了。但是是不是还是要有所防卫跟回击呢？我们首先来问一下介老师怎么看？这个事情事实上，这个拜登非常非常难以处理啊。所以拜登他发言人第一时间就是说，他们要查明真相。那美国一定会对这件事情做出报复跟反应。可是他前提是说，他要把真相要找清楚。那现在只有一个组织叫这个伊拉克的伊斯兰抵抗组织。他们宣称是他们干的，那还有人在讲，还有说这个有一个伊拉克有一个真主党旅可能也是动手的，所以到底是谁动手的那美国现在也没有很明确的公布出来，因为这是无人机造成的一个突袭。那这个美军内部为什么会被无人机突袭因为美军自己有架无人机要降落的时候呢，所以呢，他另外那个攻击无人机就跟着他一起进来，所以美军就在这个时候疏忽，那这个无人机就接近，就一颗飞弹打下来把3名美军炸死。这3名美军都是在他自己的，不是都在自己居住的地方被炸死。所以这个是这个以巴战争以后爆发以后第一次美军在附近的地方产生伤亡。当然啦，就是说这一些附近的很多反美的组织民间的组织基本上都有伊朗的影子在后面，都是伊朗在幕后支持的。因为你要知道，就是说这个伊拉克的情势，虽然美军在那边驻扎那么久，而且被美国这个控制以后可是那个北部的地方实在是没有停过，太多的这个交战团体，太多的美国所谓的这种恐怖组织、民兵组织在里面。所以我觉得美国第一个真的说实话，他也要厘清。那第二个呢，如果说厘清知道谁打，他有直接证据，这是伊朗指使他的嘛？伊朗已经说了，伊朗的外交部发言人第一时间就说这件事跟我无关，我们没有着使任何人去攻击美军的那个基地。这一点我觉得就已经让伊朗在这个所谓的这个将来的双方的争执中伊朗已经先声夺人，他说跟我无关。那你美国，你如果要攻击伊朗的话，你要拿出什么？你要拿出证据来。你要拿出证据来。那除非你有直接证据。不过就美军的情报来讲的话，这一次说实话也有点落期。为什么？你这个整个空中的卫星的这种监控系统难道没有办法能够追踪这一架无人机的出发从哪里出发的？是不是怎么样发射的？这些美国都应该要拿出情报出来。那不过我觉得美国也有可能，那么攻击以色列、攻击伊朗的话不由美国出面，而透过以色列也有可能，因为以色列事实上有攻击过伊朗的直接的这种过去的这种记录。所以现在大家就看你美国怎么样处理这个问题了。因为美国要不讨回来的话，事实上的话，美国在将来这个区域的这个面子也放不下，威望受严重的损失。所以现在我想拜登是一个头两个大。好，来问赖老师。拜登确实面对两难因为国内的压力很大。这次是美国大兵死亡3个人，34个人至少受伤了。所以很明显的，这一次的性质跟以往不太一样。以往美国在叙利亚跟伊拉克都有设军事基地，从去年10月到现在统计，每一天都受到攻击。到目前为止，统计的结果是有165次的攻击，可是没有一个人死亡。这代表什么？代表过去这个在叙利亚跟伊拉克的民兵组织对美军的军事基地的攻击是属于骚扰性的、政治性的，也就是凸显美国在叙利亚跟伊拉克的军事基地是非法的。
是破坏一个国家、侵犯一个国家主权，他们要求他们撤离，这样的一个目的。可是这一次是有意的去打死人，而且要打死很多人。那这次成功的原因，主要的就是因为这架无人机飞得非常非常低，低到你雷达都侦测不到，而且飞得很慢。然后飞到最后是等到美国的无人机要回来了。那美国的为什么等待到美国人机要回来？美国人无人机要回来了以后，他们的防空系统为了避免打到自己的飞机，所以就在他回来的那段时间关掉，这架无人机就尾随后面就进来了。这代表什么呢？代表他们对于美军的标准作业程序掌握得很准了。所以知道这是美国军队他们的营区的一种标准方式，不然的话，这架直升机一飞上来以后就应该会被发现，对，要不就是被雷达发现，要不就被这个警卫发现，结果都没有被发现，它尾随着进来。那另外一个部分里面，它的时间点选得非常好，这是我们在长期在军队服务，我们最清楚的就拂晓攻击。它在4点多，就是我们在熟睡，准备要起床的那一段时间进行攻击。而且很明显的是针对于美国的大兵，因为它是打在宿舍，所以打在宿舍让这些士兵措手不及，因为他是被突袭成功，他没来不及疏散。很明显的性质改变哦。性质改变，那也就是说开始要杀美国大兵了。我觉得这个对美国人来讲，他目前拜登他必须要回应，可是又要如何回应，他真的是拿捏上很困难。好，来问佘将军，这个跟伊朗宣战是不可能，因为美国没有这个实力派的陆军部队跑到伊朗去打一仗。但是他要回应呢，方法很多。假定是查明是伊朗的某个组织，他可以是用无人机去狙杀、斩首，或者发动一些旁边组织的对他的骚扰。因为美国现在根本没有能力应付以色列那边的战场、俄乌的战场、这边的战场，还有红海海峡的问题，所以已经到了焦头烂额的地步。所以这个问题陷入美国很两难，要回应到什么程度才够分量，他还要花时间思考了。这个情报不能算是疏漏，因为战场上没有绝对的事情，没有绝对可以防范或者绝对可以拦截的问题，所以这个事情只能说这个组织很聪明，长期观察，对你美国的营房的行动，无人机出动、返航时间，你的警卫的程度非常清楚，所以才有跟着屁股后面能够炸毁。因为照美国的防控能力来讲，一般的无人机是对它没有伤害的。但是两样东西，红海这边的游击队你也掌握不到它什么时候攻击，对，只要有那商船就受问题。对，这种你在叙利亚驻军还在抢人家的石油，你要是叙利亚老百姓眼睛看了自己国家的资源被你美国拿去卖80%，这种就是倒卖嘛。对，倒卖。所以这种对美国人的仇恨怎么能解呢？对，所以尤其这一次加沙走廊这个战争，我跟你讲，从现在开始往后，全世界的恐怖活动会增加。因为实际上我打不过你美军，但是恐怖活动，我跟你讲，英国跑不掉。你处处当美国的这个马前卒去跟他搞，我相信英国的国家安全防范比不上美国。所以英国的，我预计英国将来的恐怖活动会增加，美国也会有。那会扩散吗？会扩散，因为你造成太多的仇恨嘛。对，你所有的伊斯兰国家，连人家沙烏地本来不支持伊朗的，对，你逊尼派跟什叶派是合不来的，为了这次事件也就全面反美了。欢迎收看《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翟轩，马上欢迎一下这个阶段加入我们讨论来宾，退役中将帅化明。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国际事务专家赖岳谦，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前大使谢文吉。在先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好，现在选后哦，感觉民众党真的是吊足大家的胃口，因为2月1号的决战到底要支持谁呢？变成每天媒体的焦点哦。那当然要讲到抓媒体的目光，柯文哲真的是蛮厉害的哦。你看他还自己骑自行车去民众党团开会，还被人家拍到这个照片哦。然后后来还搭公车离开哦。那就是人家这个记者们呢就冲过来要堵他，因为他要去搭公车了。那问说，韩国瑜说民众党是氧气耶，觉得游锡堃有诚意吗？结果柯文哲笑了一笑，就说：“哎呀，你们看呐，就是因为你们堵着我，我就妨碍我的速度307跑掉了，所以他是要去赶搭307公车哦。那其实这种平民形象也是要对比出来，这个蓝绿是不是这个党主席都是坐黑头车哦？感觉上面，这个柯文哲更接地气啊。那等到明天上午的时候，民众党的立委，不就是说这个不分区哦，到底要支持蓝或绿来担任立院龙头，他们会在9点30分来做最后的宣布，告诉大家他们准备要投给谁。所以现在是要把这个民众党的影响力放到最大，不断的让大家看到民众党站到这个媒体的版面。那另外我们看看王世坚哦，也说，这个最近因为接受专访之后，聊到了送柯文哲龙袍这件事情哦。他说啊，这个10天之后柯文哲才归还哦，因为一般送礼给柯文哲，他说大概对方都会隔天啊或当天就送回来。我们之前有看到又是脚踏车啊，又是什么这个蒋公的这个照片啊什么的，很多各式各样的都是当天隔天就送回来，只有这个龙袍哦是10天之后才归还啊。他还说龙袍闻起来有淡淡的柯味，为什么要去闻呢？为什么真的是坚哥很可爱啊，就是还要闻一下，好吧？那他所以呢，我们看这个赖清德现在当然也很忌惮柯文哲的一个声量，还有这媒体的这个抓眼球的威力哦。所以啊，他也提到了在网络上面他们聊天的时候，他去上 Podcast 聊的还是柯文哲哦。苗博雅讲说，柯文哲的网络支持度就是每天打开手机就看得到，就像每天到家门口招呼的阿北哦。那我是觉得啦，苗博雅应该是自己哦，是不是柯粉？因为现在不是都有演算法吗？就是现在演算法代表你常常看谁，他就一直推给你谁哦。所以是不是苗博雅自己偷偷一直看柯文哲哦？所以我觉得才会有这样的结果。那吴峥还接话说看得到找得到，那赖清德就呛啊，就说啊柯文哲是看得到，但人找不到啦，这样子要酸他一下哦。那另外韩国瑜跟黄国昌的拥抱呢，坚哥也有一个讲法，他说这个拥抱呢，不代表民众党会投给韩国瑜哦。他说这样的一个大力拥抱啊，其实不等于就是投票的选票。那另外我们看看现在立院哦，感觉上面变成一个新的战场了。这个傅崐萁啊，因为要担任这个总召的角色，国民党总召角色，他就说啊，希望柯总召让民进党不用再豢养家禽家畜担任首长啊，讲得很呛啊。那柯建铭是讲说呛是没有用的，大家都遇得到哦。那他讲的这种家禽家畜哦，是不是感觉上面就是过去民进党官员爱呛虾又藐视国会给予大家的一些印象？讲的第一位当然一定要说这个苏贞昌哦，这个呛我们的这个立法委员都没有在客气的哦，都骂人家说啊不要脸啊，北更小啊，都直接这样骂。薛瑞元也是有样学样，陈吉仲、陈时中都也常常不给这些蓝营的委员一些好脸色看哦。那我们再讲到这一位更妙啦，劳动部长许明春哦，为什么要特别提他？我们等一下要交代一下他啊。我们先讲一下，他其实去年4月12号就已经说他不要干了，他爆哭说我不干可以了吧？那我们真的是算了一下哦，到现在此时此刻，他已经过了293天，他还在做，而且还告诉我们一个消息说，嘿，我们劳动部在年前有一个调查，告诉大家，哇，发现了我们台湾真是举世滔滔幸福之地哦，有75%满意工作。那一般的人，一般上班族看到这数据傻眼，就说，我们是那2%吗？我们2%比重怎么那么高哦？还有人说，有问过我们吗？就是大家一般都不满意比较多吧？怎么会这个调查出来这样子？什么去年整体不满意度大概只有3%哦，所以网友在那边呛说啊，不干的部长你也没辞啊，现在大家都满意了吧？那等于说你们说什么都不算啊，都是在骗人嘛。所以你看看哦。
这个在网络上面，人家讲说啊，护理师说那里有诈骗集团，然后卫福部说在哪里，然后他指的就是薛瑞元哦，就说哎，你们承诺不是这个医护比啊，2年就要入法吗？结果选后都不认账，说没规划，请问能够打165的诈骗专线吗？有人讲说，哎，不是在诈骗你啊，而是叫你做功德，因为赖清德来了嘛，他不是叫大家薪水3万元，这个照服员哦什么啊，就是当做做功德，大公司做功德啊，所以大家都要很满意自己的工作，是不是变成这样的一个氛围呢？那另外一个，这个算不算骗人啊？我们讲是这个沈伯洋，他现在列民进党不分区，说要进入到国防委员会嘛。那我们看看这个画面哦，黑熊学院就在他这个准备要进去立院之前，办了一个蓝雀行动，说要演练这个战争啊、灾害的一些应变能力哦。那我们看到这些学员们看起来伤的。有一点伤，不算严重，之后都还可以走哦。所以人家讲说，这真的是战争的情况吗？我们来对比一下实际战争情况哦。这个白头盔他们这种真正战场上面哦，恐怕真的连人都没有办法走了，是用扛的方式把人给扛出来啊，然后或者是从这个灾区里面挖出来，哪还有办法单脚跳哦？甚至连走都没办法走，好几个人可能是扛着这个布。就是这样把人给捆出来，或者是这样子的救灾，这才是真实的战争遇到的这种灾害救助、救难的真实情况哦。所以这人家感觉说，这个蓝雀行动是不是就让人家想到之前说那种打漆弹的社团，是不是距离真实还是有一点遥远？这个我们等一下也可以来请教专家，就是我们请教帅将军哦。来，战争哪里像是做游戏啊？我觉得沈伯洋可以。我们公家出钱让他坐飞机到加沙战场去看一看，实习一下。对，国防是很重要的，但是不能拿来做游戏、做政治上的一个宣传。第二个，我觉得这个沈伯洋当国防召委啊，那他要学的东西太多了。对，这个把这个民间的这个漆弹游戏啊，这种救祸，你能不能呼吁？今天我们的血浆血库够不够啊？民间的护理单位够不够啊？你能不能到国军的卫生营去看看呢？我们卫生营就是说，这个伤兵救护都是他，平民救护也是他，他的医疗程度行不行？这个他要去了解。我不指望沈伯洋对国防上有什么主张的见解。既然你号称是蓝雀行动嘛，这个伤亡救护嘛。那你就好好发挥，做点实际的工作。另外这个柯文哲，我觉得他真的很会做秀了啊。但是亲民呢，要做得自然。我记得我们讲蒋经国，他那个亲民做法跟他就不一样了。蒋经国在横贯公路上，他按时什么农民扛着爬山涉水啊。在山上宿营的，大陈撤退的时候是在战场的，金门炮战的时候他在战场的，这才是一个当领袖是真正深入到民间战场跟这个地方去。所以这个政治人物啊，骑脚踏车啦，搭公车啦，那只能凸显有人坐黑头车吧，对不对？其他没有太大意义，没有太大意义。所以这个问题，我觉得。我蛮担心这个国防委员会，因为国防委员会啊，真正懂国防的人不多，那么党团里面能够给他的建议也不多，因为党团里面也不清楚嘛。那国军现在状况的确很危险。我入伍的时候，官校15个连，1000多人学生。现在我看去年的国庆阅兵呢。5个连都凑不齐，4个连。对，然后为了要场面好看呢，阅兵4个连摆在前面就是难看了。把空军官校、海军官校、国防管理学院、医学院通通弄去。今年是黄埔建军100年呢，你这300多个这个学生分4个年级，每个年级不到100人的话，将来这个部队的骨干怎么办呢？因为军校学生是在军队里面号称是骨干，对，他是
最能够挺到最后坚持，而且都指挥部队的。那如果是数量这么少，将来又在天天喊这个战争的危机，我觉得国防委员会是应该要做点事了。你像1年的这个义务兵，现在搞得真是年轻人不是滋味啊！说我能学到什么战绩？这个话不是我在唱衰啊，因为国军所有能够演习的场地非常有限，靶场虽然到处可以设，也是很少，联训基地只有保利山那一个。你说增加5个后备旅，他排得到去吗？而且因为部队少，上层的单位没少，参1、2、3、4连1、2、3、4，各种检查比赛，现在的部队叫做疲于奔命啊。因为以前多嘛，我们以前都10几个师，大家轮流去做一件事情，他分担得了。现在就这么几个人，但是我们的高层几个陆总部、海总部、空总部、国防部，一大堆下来视察、来督导、高装检查、演习、进基地。为什么现在很多都退休了，不愿意做了？他实在忙不下来，而真正的有关作战的东西有没有学到？这是我很担心的事情。你沈伯强，你要当国防委员会的话，你先了解国军现在的根本问题再说吧。好，我们来问一下季老师怎么看柯文哲这个动作？你觉得是在作秀吗？还是这是一种亲民的展现？其实柯文哲不是这一次才来坐公车的，他常坐公车啊。他也不是这一次骑脚踏，常坐骑脚踏车啊。那我觉得他个人可能就是说对这种做官的那种排场啊，他不是很讲究的。对，这跟他过去的出身有关。有些人可能就是说一进入到这种党政里面啊，他就想要他的目的就想什么，就是想要坐黑头车啊，然后前出后拥啊，官营很大了。那你说柯文哲可能没有那么大官营啊，而且他可能做这些东西他还比较习惯啊。对，那这个部分我觉得他也不是演出来的。可是我觉得这种作风比较像西方的民主社会里面选出来政治领袖。你知道我们的官啊，真的走出去啊，前呼后拥啊，还一大堆什么随扈一大堆啊，全世界警戒，对，又没有人要暗杀他，又没有人要刺他，对不对？美国总统是为什么？美国总统任内被打死了很多啊，记录就是有问题啊，所以他才那么紧张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台湾是一个特有的一个怪现象，政治人物把自己前呼后拥啊，然后办公室修得很大很漂亮，然后呢，这个花起这个老百姓的钱毫不手软。其实他拿的钱都是他又不是自己公司，你做董事长，你花你自己赚的钱呢，大家没话讲。你的所有排场都是花人民的钱，对，所以我看柯文哲这个作风，应该另外几个政治人物自认为自己是什么主席之流的应该都要好好学习，都要好好学习。蓝绿都学习。你要花钱的时候，你要考虑一下，你这个钱都是怎么样，都不是你这个都是花到什么？花到你很缺钱的，你那个来源人家都是捐给你那个政党的，党子党高。党子党高啊，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其实我觉得有的政党不要把总部搞得那么漂亮还就到那个民间去。租个透天厝4层楼大家都怎么样？大家就不要讲那么每天吹冷气、吹暖气的搞那么舒服，那你跟人民就脱节了。你去坐公共汽车，你去坐这个铁路、骑脚踏车，你就会知道一般老百姓生活在哪里。可是呢，柯文哲算是少数啦。那我希望他能够带动一个风气。这个时代不同了现在也不是帝王时代，也不是这种这种官威很大的时代，官是为人民服务的，不要搞得那么大。他这个东西，我觉得做一个示范，其他的包括赖清德他自己都要检讨一下，走出来你看看搞成什么样子了。现在台湾是帝制吗？搞成你不要搞得你像那个谁，当时蔡英文跑到军队里面叫人家什么你是我的巧克力啊什么，看了恶心啊。看得恶心，他喜欢到军队，对，簇拥。我跟你讲，西方的这些领袖他们就要走上民众看有没有人丢那个鸡蛋砸他，他知道他受不受欢迎。
对不对？你今天可能像蔡英文，他就怕走到群众里面啊，有人又丢他一块，丢他一个番茄啊，媒体都看不到他，哎，都这样。那你政治人物，你如果做得正，你老百姓拥护你的话，你怕什么呀？对不对？何况有些政党还没执政呢，搞得也跟自己搞得这个哈，搞得好像哇，黑头车做出来啊，下车的时候还有人给他开门这一套啊，都该改变了。我们不需要这种官僚这种作威作福的文化了。就是想到赖皮寮还有国安单位进驻，有个党要搬家了吗？我不想。好，来问赖老师。柯文哲骑车搭公车啊，我觉得是很好了但是他有政党补助款也不少也可以买车也可以聘司机我觉得他应该要结合就是工作上的需要如果工作上需要他就买一辆国产车嘛有个司机帮他送但是如果他不想去麻烦或者公务车支援别的地方用那就骑脚踏车搭公车都很好但是我觉得最主要的就是平民化了我觉得文吉讲的没有错了因为现在的时代不是要再讲排场了把自己搞得好像是一个什么大官一样何必嘛因为都是尽量接地气既然都是要讲选举还是接地气比较好尽量跟民众有直接的接触因为你这样你曝光的几率高嘛有他都有大进场对不对跟着大进场不是因为其实有的时候政治人物野生是最好的野生是最好的宣传例如说你在坐地铁坐捷运坐公车被人家这样子偷拍下来然后他在他的网络上帮你拍帮你铺那或者是说不要是巧遇又要去救人而是刚好有个老妈妈真的是差点跌倒你去把她扶起来那人家感觉本来不晓得是你然后把它拍下来就发现是你然后就把它写出来这种才是生动活泼而不是说刻意安排在坐高铁的时候刚好有一个人那么生病了然后那个医生刚好去救这样的那不要装不要台风来的时候故意安排有个学生在校园逗留然后他刚刚去看到了哎呦你怎么不回家这种都太假了要真实平易近人要真实要真情流露不要玩弄老百姓好不过王世坚我有话要说因为我跟他还算蛮熟蛮要好的王世坚你真的确定你记得柯文哲的体味吗不然你怎么知道他的衣服有淡淡的柯文哲的味道？因为柯文哲10天没洗澡，很忙，所以柯味。我当然知道那个世坚兄是在调侃这个柯文哲，一直想当皇帝嘛，就想当总统但是我觉得如果有王世坚跟柯文哲也常来上节目，我想我们的节目会更加的精彩。因为他也是两位都是很有趣的人。好，不管如何，我们看到一个赖清德，你不要酸你不要酸，你不要一直觉得说柯文哲在网络上的那个这个流量那么大频率那么高，你自己本身多接地气，流量就会高了不要高高在上，最重要的是要真实，不要装很重要千万不要装民众党选谁没有那么重要了。国民党自己争气比较重要，对，不要永远在那边依赖别人。我觉得你已经是第一大党了，你不是第二大党，第二大党是民进党自己本身要争气嘛。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